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梁浩天抬步走进林辉的工作室，鼻间徘徊着的化学味道更浓了几分。他不自觉地揉了揉鼻子，虽然走廊阴暗压抑，但这间工作室内部却别有洞天。极高的挑空设计让视野瞬间开朗，顶部一侧有一排巨大的斜面玻璃窗，让午后的阳光最大程度地倾泻进来，把整个房间映照得通透而明亮。梁浩天环顾四周，由衷地感叹了一句：你这儿倒是另有乾坤，比外面看起来气派多了。对，这里是我接手后特意找人重新改建过的。林辉语气平淡，却透着一种自信。哦，怪不得。此时隐没在颜料味里的还有一缕馥郁的咖啡焦香。梁教授，你想喝点什么吗？很抱歉，我这里只有咖啡和茶。不了，谢谢。梁浩天婉拒，目光已经开始在这片空间里逡巡。画室一侧的墙根下，层层叠叠地靠着一溜画框。室内正中央的木质画架上撑着一幅体量惊人的画布，画布旁边一个带着4个滑轮的金属架子上摆着一个调色板，上面堆叠着颜色各异的色块，旁边摆着一堆被挤得歪七扭八，有些已经干瘪的管状颜料，以及几个不知装着什么液体的瓶瓶罐罐。最显眼的是一个剔透的玻璃宽口瓶，里面满满当当的插着各种型号的笔刷，地上随意散落着沾着斑驳颜料的旧报纸。梁教授，这边坐。梁浩天跟着林辉坐到一旁很宽足有5米长的木桌子旁，材质质地厚重，粗犷的木质纹理在阳光下清晰可辨，透着一种原始的生命力。桌上摆着几个本子，几张已经画着铅笔稿的单页纸，以及一些绘图铅笔和橡皮。林辉拿起一个本子，翻了几页，然后摊到梁浩天面前。梁浩天低头看了一下，画面中央画着一个野性十足的男人，浑身散发着男性荷尔蒙。正如林辉之前形容的那样，男人的下半身仅有几块布条松散地遮挡着，上半身赤裸，唯有脖颈间带着一条粗重的金属项链。在他周围簇拥着一群服饰风格相似的男男女女，纷纷臣服在他的脚下。梁浩天下意识地一怔，我像这个人？林辉看他一脸的蒙圈，解释道：这幅作品你不能用现实的眼光去解读，我主要用这种粗犷的线条和强烈的明暗对比去营造一种原始感，从而表达人的一种原始情绪。什么原始情绪？当个人价值迷失，整个世界陷入失序时，人心最真实的状态。林辉谈起艺术来滔滔不绝，神采飞扬。梁浩天听着听着，下意识地抬起一只手托住下巴，目光从本子移到了眼前人的脸上。他长得确实如白启远说的很阳刚，可惜留着长头发，如果剪成短发会是什么样呢？应该能比现在再帅上1倍吧。梁浩天开始在脑子里自顾自地给林辉换各种发型。这就是我大概的想法。梁教授，您大概理解我的意图了吗？林辉停了下来，目光灼灼地看着他。梁浩天猛地晃回神，掩饰性地清了清嗓子，继续故作深沉地点点头。了解了解，你的大部分想法我已经领会了，确实很有深度。那您的意思是同意给我当模特了？林辉眼中闪过一丝期待。就当为艺术事业献身了。您愿意支持我的创作，我非常感动。不过我会支付给您应得的费用，请您务必收下。梁浩天不置可否地撇了撇嘴，最终还是赞同地应道：行，就按你说的办吧。那具体时间定下来后，我会让助教小李通知您。之后如果您对后续工作有什么要求，都可以直接告诉他，他会负责协调所有的细节。好。星期4下午，经管学院教学办公楼，会议室沉重的门在面前打开。梁浩天和白启远随着散会的人流一前一后走了出来。每年毕业前的例会，也就是那老3样，主任说的不累，我听得都快魔怔了。梁浩天松了松领带，长舒一口气，我闭着眼都能背下来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呵呵，有没有新意你都得来，即使是装的也得认真听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哪天你接了主任的班，亲自上手改革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你梁教授的创意。别，您快打住吧。梁浩天连连摆手，一脸敬而远之。我才不当这个系主任呢，不过就是名头好听点，工作好无聊。我呀，就打算待在现在这位置上，清静自在，生活 happy 得很。你倒是活得挺明白的。那是。梁浩天挑了挑眉，语气里透着股心满意足。两人停在白启远的办公室门口，空气里带了点初夏的燥意。梁浩天提议道：一会儿去学府小馆喝几杯？不了。又怎么了？又要急着回家看孩子？不是，晚上约了 Novice 的宋总。哦，这是正事，去吧。不过你现在越来越忙，以后想找你吃吃喝喝，怕是越来越难约喽。机会肯定有，我还想着
这周末请你到我家吃个饭呢。什么？你做饭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还会做饭呢？怎么可能是我？我做的饭不得威胁到您的生命安全啊！我的意思是让玉成给你露几手，那小子厨艺确实有一套，味道比外头那些馆子还地道，而且在家里吃更自在些。哎，也是，你这个主意不错。梁浩天一听，眼睛亮了几分。既然玉成负责掌勺，那酒水我就全包了，保准带2瓶好货过去。好。中午午休的时候，唐玉成就收到了白启远的短信。玉成，今天下班我会在外边吃饭，所以晚饭你自行安排吧。好的。他回复的倒是快。白启远盯着屏幕心想，希望这手机别影响他学习，要不要提醒他一下呢？可转念又想，清源曾跟我说过，学校对电子设备有明确的使用规定，且由教师统一监管，所以我还是不多嘴了。跟昨天一样，今天放学我也会打会儿篮球再回家。好的。唐玉成自昨天跟着方卓参加了他们的一次篮球训练，才发现这项运动根本不简单。网上说，这运动不仅考验参与者的身体素质，还高度要求个人技艺、战术理解与团队合作等多维素养。唐玉成心里权衡了一下，决定先练练再说。篮球社这2次训练，场外都围着一帮女生，卖力地为场上的队员加油助威，欢呼与尖叫此起彼伏。但偶尔，这画面会因一张扑克脸的介入而变得诡异。在一群女孩子堆里，陈野依仗他那足以俯视众人的身高，以及一脸生人勿近的冷峻，成功的让自己与周围的环境气氛格格不入，一种鲜明的违和感骤然爆棚。他的面色阴沉到了极点，周身气压又降了一个等级。短暂停留之后，他便带着一身戾气转身离去。唐玉成这名非正式成员打得少看得多，但就算坐一旁看那帮人跑位、传球、跳跃和投篮，也足够让他换换脑子了。今天不急着回家，他便向方卓借了个球，独自练起了运球。若论熟练程度，离上手还很遥远，但照猫画虎的劲头不输场上任何人。天气慢慢热起来了，稍微活动一下，汗水便迅速浸湿了他的衣背。这几天断断续续的接触下来，篮球场上的方卓刷新了唐玉成对他的最初印象。他平时戴着黑框眼镜，斯斯文文，可一旦为了训练摘了眼镜换上隐形，眼神瞬间犀利，像换了个人，打起球来那叫一个狠。而且方卓的女生缘特别好，只要他一走到场下，总有2、3个女孩子围上去，又是递毛巾又是递水的。训练结束，各回各家，方卓回宿舍洗澡，而唐玉成往校外走，去赶他的公交车。